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传说中的那一刻，黑暗的海面上突然翻腾起异样的光芒，紧接着大地微微震颤。日本、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域在静默中仿佛有巨兽苏醒，一阵诡异的退潮后，海平面突然拔高，一道肉眼无法想象的巨大水墙直冲天际，海啸以毁天灭地之势向四周扑去。传言这场巨浪将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还高出3倍，势不可挡地席卷邻近各国的海岸线。更匪夷所思的是，强烈的地壳变动让原本辽阔的海域出现隆起，香港、台湾直到菲律宾竟仿佛被新生的大地紧密连接起来，仿如世界末日降临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般的超级灾变，其实源自一则真实的预言梦，而这个梦的预言者正是日本名叫龙树亮的漫画家。他在多年前的一本漫画中亲手绘出了这骇人一幕。如今日期将近，无数人不禁要问，这场预言中的灭顶海啸真的会发生吗？种种迹象显示，科学家或许已在预言地点附近找到了可能的元凶，一座正在蓄积能量的巨大海底火山，是真有其事，还是巧合杜撰？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悬念重重的故事。时间回到上个世纪末，龙树亮，一位日本漫画家，于1994年至1998年间，在恐怖漫画杂志上连载了一系列奇特的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后来结集成册，取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不同于一般漫画，这本书的内容源自作者本人长年以来反复出现的预知梦。龙树亮从孩童时期起便声称能在梦中见到未来的片段，明星的逝世、重大的天灾、人类的危机。他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穿梭般记录下15个离奇梦境，将它们绘制成漫画故事。当时这本漫画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龙树亮也因身心疲惫于1999年封笔，隐退了漫坛。可是多年后，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让这本绝版漫画突然身价暴涨，声名大噪。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海啸，造成数万人伤亡，全球震惊。事后人们赫然发现，我所看见的未来漫画的封面上竟清清楚楚画着几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大字：2011年3月大灾难。这本出版于1999年的漫画似乎神乎其技地预言了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时间。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疯传，日本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书店里这本早已绝版的小书被炒到天价。龙树亮一夜之间从隐居的前漫画家变成传说中能梦见未来的预言者。除了2011年的大灾难，他过去的梦境中还曾出现戴安娜王妃的逝世以及富士山爆发等场景。有些梦已被印证，有些则尚未发生。这种种巧合使得人们既感到震撼，又不禁心生疑惑，他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还是纯属偶然？面对铺天盖地的关注，龙树亮本人最初也非常错愕。他其实常年远离网络，不知道自己因预言成真而走红。直到身边的亲戚告诉他消息，他才意识到这本昔日漫画的影响力。有人假冒他在网络上散布预言，使情况更加混乱。许多人开始追问，下一个预言梦里的大灾难是什么？龙树亮意识到自己也许有责任给公众一个交代，于是他重新整理这些年来未公开的梦境，决定将漫画完全版重新出版，把最新的预知梦公诸于世。2021年7月，龙树亮终于在出版社编辑的邀请下，为我所看见的未来完整版撰写了后记与新的篇章。在这个全新版本中，他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兆：真正的大灾难将在2025年7月发生。龙树亮在2021年7月5日清晨再次做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这个梦境与他早年的某次梦境遥相呼应，但画面更为具体骇人。他在完全版漫画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未来灾难。梦中他俯瞰着地球，视角仿佛灵魂脱离身体般从高空鸟瞰大地。只见日本列岛以南的太平洋上，海水莫名其妙地开始上涨，大片海域沸腾翻滚，像是在酝酿什么可怕的力量。突然之间，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广阔海面中心猛地向上喷发出巨量的水花与物质，
仿佛海底有什么庞然大物炸裂开来。紧接着，一道举世未见的巨型海啸以爆发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去。日本、台湾、中国东南沿海、菲律宾乃至更远的太平洋沿岸国家都在瞬息之间迎来滔天巨浪的袭击。梦中的龙树亮震惊地看到，海啸之高远超过2011年东日本地震时的规模。那次海啸已经令世人难忘，而这一次浪头竟高出当年的3倍。他还目睹了超乎想象的地壳变动，巨浪冲击下，地表板块仿佛被挤压移位，本来遥隔海峡的土地隆起相连。从香港、广东一带开始，一路经过南海，台湾岛被挤向南方，与菲律宾群岛连成了一片陆地。原本蔚蓝的海洋骤然干涸成为陆地，地图为之改写，仿佛整个亚洲东部地貌都在一夜之间被重塑。梦境的最后，龙树亮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在灾难过后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这话语似乎蕴含着某种希望的信息，但梦醒后的他更多感到的是不寒而栗的余悸。这段骇人的梦境正是龙树亮在漫画完全版中揭露给世人的预知梦。他坚信，如果梦境终将成真，那么日期就在2025年7月5日左右。而他个人相信，预知梦之所以出现，是对人类的警告，也就是带着警示意义的预告。树亮在书中后记写道，预知梦是警告，因为能够避免，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了它。换言之，他期望人们认真看待这个梦，提前做好防灾准备，或许能将伤害减至最低。这场预言中的超级大海啸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深信不疑，开始拟定避难计划，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只是巧合瞎扯。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科学界的发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龙树亮梦境中的可能性。难道隐藏在深海中的巨大灾难之源真的存在？就在人们对预言议论纷纷之时，地质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引起广泛关注。2019年，菲律宾的一组海洋地球物理学家在研究菲律宾群岛以东的海床地形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环形结构。这个环形结构位于菲律宾海板块西缘的一处海底高地上，直径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50公里。起初，科学家们被这庞然大物的规模震撼了。150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台湾岛宽度的2/3，比美国黄石公园著名的超级火山口还要大出许多倍。黄石火山口直径仅约60公里。经过进一步的海底地质测绘与岩芯采样分析，专家们确认这是一座史前遗留的巨大破火山口，也就是火山喷发后坍塌形成的洼地。他们将其命名为阿波拉基破火山口，取自菲律宾神话中太阳与战争之神的名字，意为巨大神奇。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形容了它的庞大与威势。阿波拉基火山口的面积超过17000平方公里，堂堂正正地摘下了目前已知世界最大火山口的桂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座阿波拉基破火山口的位置恰好就在龙树亮所预言的海啸爆发点附近。从地图上看，阿波拉基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东的海域，属于被称作冰汉隆起的海底高原的一部分。如果在太空俯瞰地球，这里正好处于日本列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广大太平洋区域中。龙树亮梦中所见，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海面突然喷发，不正与阿波拉基火山口的位置暗暗契合吗？一时间，许多人将阿波拉基与漫画预言联系在了一起，推测会不会正是这座潜伏海底的超级火山将在2025年觉醒，引发海啸。甚至有传闻称，科学家发现阿波拉基附近地壳压力异常升高，怀疑它正在酝酿新一轮喷发，这让原本只存在于漫画中的末日景象突然多了几分现实阴影。那么，阿波拉基火山究竟是什么来头？据科学推算，宾汉隆起是约4700万年至2600万年前火山剧烈活动形成的一大片海底高地，而阿波拉基破火山口正是当时某次惊天动地的超级喷发遗留下的伤痕。那场史前喷发的威力之大，想必当年在地球留下深远影响。
或许喷出了足以改变气候的火山物质，使整个太平洋天昏地暗。然而，此后几千万年来，阿波拉基火山进入了长久的沉眠，人类文明兴起以来，并未观测到它的活动。换言之，这是一座古老的死火山，在现代地质记录中毫无存在感。直到最近，透过高科技的海洋探测，人们才首度认识到脚下这位深海巨兽的存在。按一般常理判断，既然阿波拉基在地质年代里已经熄火，那么如今再次喷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大自然的奥妙就在于不可测知。休眠火山重获新生并非没有先例，一些沉寂多时的火山也可能在地壳压力变化下重新焕发活力。想想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在长眠几个世纪后突然爆发，毁灭庞贝，又或者印尼的多巴超级火山相隔数十万年才骤然间将地球拖入寒冬。对地球来说，几千万年的沉默也许只是一眨眼，一旦条件成熟，巨兽觉醒就在瞬间。科学家目前对阿波拉基的研究刚起步，无法断言它未来绝不活动。一些地质学家持审慎态度，虽然阿波拉基大概率不会在短期内喷发，但我们对它内部的岩浆库状态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深部还残存着炙热的熔岩，且板块运动引发新的裂缝，那么这座超级火山的确存在充能觉醒的可能性。试想，假如阿波拉基真的在现代爆发，其威力会如何？参考黄石火山过去的喷发规模，曾经释放出上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物质，覆盖半个北美。阿波拉基的体积是黄石数倍，潜在能量更是难以估量。剧烈的海底火山喷发将把无数岩浆和气体倾泻入海水，猛烈的爆炸甚至可能将海水整个推开，在海面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海水倾泻回补的瞬间，就可能形成高度惊人的环状海啸，向四面八方扩散。这与龙树亮梦中所见海面忽然喷发、巨浪四散的景象几乎如出一辙。更令人不安的是，大规模喷发还会产生火山碎屑流和海底山崩，造成海床地形巨变。如果海底大片塌陷或隆起，确实有可能让部分浅海变为陆地，正如梦中所述香港至菲律宾之间陆地相连的夸张画面。当然，这是一种极端推演，但科学上并非全无可能。历史上，火山喷发新造岛屿的例子屡见不鲜，火山引发的海啸和地壳运动也时有所闻。倘若地球上最大的火山口之一真的苏醒，其后果恐怕会超越任何现代人类的亲身经历。说到火山突然造陆的现象，有一个著名的幽灵岛事件值得一提。2012年8月，一架飞机在纽西兰北方外海的上空飞行时，机长惊奇地发现，下方原本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洋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黑灰色的陆地。这岛屿面积极其庞大，目测长度将近200公里，几乎媲美一个中型太平洋国家的领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短短几天后，卫星照片显示这座神秘岛屿竟移动了位置。一座岛怎么可能说走就走？科学家起初也难以解释这诡异场景，一时间灵异传闻四起，人们称其为幽灵岛。直到研究团队介入调查，谜团才水落石出。原来所谓的岛屿根本不是陆地，而是一大片漂浮的浮石。这些浮石来自于海底的一场剧烈火山喷发。当海底火山猛烈喷出熔岩时，夹杂的火山气体使熔岩迅速冷凝成充满气孔的青石块，密度比水还轻，大片浮石便能如同木筏般漂浮在海面上。2012年，正是位于纽西兰东北海域的哈弗尔海底火山爆发，产生了史上罕见的浮石大军，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最初它们紧密堆积，看似一整块岛屿，随海流漂移才逐渐散开破裂。这起事件充分展示了海底火山瞬间改变海洋面貌的威力，短时间内出现凭空冒出又消失的陆地幻想。试想，这只是一般规模的火山活动，尚且如此壮观。如果是超级火山呢？那恐怕浮现的就不仅是浮石岛，而是真正的新岛屿或整片陆块的隆起与沉没。龙树亮梦中所见突然连成一片的土地，也许正是类似现象在极端条件下的放大版本。从幽灵岛的例子可知，大自然的力量有多么出人意料。人类的直觉常常跟不上地球的变幻无常，
这也提醒我们，对于海底深处潜伏的危机，不可掉以轻心。就算预言最终只是虚惊一场，加强对地球活动的监测和了解也是极为必要的。毕竟，在深不见底的海洋之下，也许珍藏着未被发现的巨人，正沉睡待醒。除了火山，龙树亮预言中提到的海啸还可能源自强烈的地震。毕竟，历史上大规模海啸往往是由海底大地震出发的。仔细观察日本、台湾、菲律宾所处的地质环境，这一带正位于著名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板块交界缝隙犬牙交错，孕育着无数强震隐患。其中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隐患断层带，便是日本南部的南海海槽。南海海槽是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边界带，从日本本州附近一直延伸到九州南方海域。这条海底沟槽过去，每隔100至200年左右就会发生规模8级以上的超级地震。历史上著名的1707年宝永地震、1946年昭和南海地震都发生在这里，引发的海啸曾冲击日本太平洋沿岸，造成重大伤亡。而上一次南海海槽大震已是70多年前，科学家推算下一次巨震临近的概率正在不断攀升。根据日本政府近年的评估，未来数十年内南海海槽发生巨震级9级地震的概率高达7至8成。换言之，从现在起，随时可能引爆一场破坏力惊人的强震。日本政府甚至做出了最坏情境推演，如果南海海槽全段连锁断裂，可能引发高达30公尺的海啸，造成将近30万人罹难，这将是近代日本经历过最惨烈的灾害。这项可怕的预估在2022年、2023年相继见诸日本媒体报道，引起公众恐慌。有心人把它与龙树亮的漫画预言一对照，发现时间点竟隐约契合。2025年就在未来数年内的范围内。如果这场科学家预警的大地震真的发生，会不会就是预言中毁灭性海啸的源头之一？更巧合的是，南海海槽位处日本以南海域，正与预知梦所指的地理方位相符。假若南海海槽大地震引发超巨型海啸，再加上海底火山动力，两相叠加，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当然，这已经是极端剧本，但预言本身描绘的正是极端情境，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任何可能。视线从日本再往南移，另一个关键地震隐患浮出水面，位于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马尼拉海沟。这条海沟是南海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碰撞俯冲形成的深海沟脊，斜躺在吕宋岛西侧的南海深处。科学家指出，马尼拉海沟极有可能是一个长期蓄能未逝的地震带，已有数百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断层释放。地质记录和模拟显示，这里具备发生9级超强震的条件。一旦断层整段破裂，南海海盆的海床会剧烈抖动，掀起海水，形成区域性大海啸。研究显示，若马尼拉海沟发生规模 9.0 以上地震，形成的巨浪可能在10分钟内就袭向台湾南部和西南部沿海，水墙高达10几公尺以上。不仅台湾危险，海啸还将横扫南海内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东南沿海、香港、澳门、越南，甚至远至南洋群岛等。上世纪以来，台湾和菲律宾一带并未遭遇毁灭性海啸，但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事实上，台湾气象机构多次强调，不常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2022年，台湾中央气象局就点名马尼拉海沟、琉球海沟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海啸源，呼吁未雨绸缪。试想，龙树亮梦境中提及香港到菲律宾的陆地相连，正是经由南海海域，而马尼拉海沟正居其中。如果这条隐忍已久的断层在2025年前后爆发，它引发的海啸会否正好应验了漫画中的景象？有趣的是，在中文网络论坛上，有人将龙树亮的预言与马尼拉海沟地震风险结合分析，认为预言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毕竟菲律宾海板块就像一块菱形拼图，四周都是潜在的大灾难缝线，一处裂开便牵动全局。综上所述，日本南海海槽与菲律宾马尼拉海沟一北一南，像两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中间横亘的正是菲律宾海板块本身，内有阿波拉基火山。龙树亮梦中描述的场景
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南海海槽超级地震加马尼拉海沟超级地震加海底超级火山喷发的复合灾难。如果真有如此恐怖的连锁事件发生，其破坏力难以想象，确实可能造成梦中那种大地撕裂、山海颠覆的效果。当然，这是最为悲观的推理，也许现实不会那么残酷，但种种科学研究和迹象表明，环太平洋的这一段在未来几年内确实处于地质活动的高风险期。我们不得不承认，龙树亮所指出的时间点和地点并非全然捕风捉影，诡异的巧合之中隐隐透出一丝令人脊背发凉的真实可能。龙树亮的未来大海啸预言并非孤军奋战，在世界各地近年流传着不少关于2025年前后的惊人预言，让这个年份蒙上神秘的色彩。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素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少年预言家阿南德。这位来自印度的占星奇才年纪轻轻，却因多次神准预测而声名大噪。阿南德近期在公开讲座和影片中多次提到，他对2025年上半年有极不祥的预感。根据阿南德的说法，2025年初至年中，受特定星象影响，全球将发生3件大事。第一，可能爆发区域性武装冲突，特别是在南海周边地区，各国局势紧张，有擦枪走火的危机。第二，发生严重的天灾。第三，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可怕事件。其中，对于第二点天灾，阿南德明确指出，南海地区会有大型海底地震并引发海啸，时间大概落在2024年末至2025年上半年。他解释，这段期间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相会，预示着与水域相关的地区将出现异变，而首当其冲正是南海，也就是东亚附近的海洋。他的这番预警与龙树亮漫画里大海啸的位置与时间几乎不谋而合，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者同时指向了同一场灾难，这让网友们惊呼玄妙。有人感叹，难道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更有人把龙树亮和印度神童的预言并列，称2025年为劫年。不管如何，阿南德的发声无疑给本就疑云密布的预言事件又添了一把柴火。除了印度神童，东欧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也被人翻出来讨论。这位失明的保加利亚老人据传留下许多对未来的断言，他的追随者声称他成功预见了911恐袭、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相传龙婆曾预示世界末日将于2025年开始，并警告当年欧洲会有2个国家陷入冲突，使欧洲人口大量减少。这似乎暗示着2025年会爆发某种毁灭性的全球性危机。有些人将龙婆的末日开始解读为全球大灾变的开端，也许是一场毁灭性战争，也可能是重大天灾，甚至是地球环境的巨变。若按着悲观剧本，龙树亮预言的大海啸也许正是末日敲门的第一响。当然，龙婆的预言很多，语焉不详，真伪无法考究，但仍然时常被爱好神秘学的人引用，尤其碰上龙树亮这样看似应验的案例，更让人浮想联翩。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日本有漫画家预言天灾，印度有神童预言星象，欧洲有龙婆说末日，难道全世界的先知们今年都在唱衰2025？听来荒诞，却让整件事愈加扑朔迷离。甚至连历史上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16世纪的法国星象师诺查丹马斯，也在他那本著名的预言集《诸世纪》中留下了被认为指向2025年的诗句。据一些研究诺氏预言的学者解读，他透过占星推算出2025年欧洲将爆发战争，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瘟疫会卷土重来，甚至一个帝国就此毁灭。这与盲眼龙婆的预言不谋而合，都提及欧洲战乱与人口灾难。同时有分析称，诺查丹马斯预言2024年前后会有2场天灾，其中之一是日本沿海的地震海啸。巧合的是，在2023年，日本石川县果然发生了强震，并引发沿岸海浪，让爱好者们惊呼预言成真。虽然规模远未及漫画中的末日级别，尽管主流历史学家认为诺查丹马斯的诗句高度隐晦，可以被牵强附会地解释成各种事件，但这并不妨碍民间将它与龙树亮们相提并论。一时间，2025人类大劫难
仿佛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国际大合唱，各路预言纷至沓来。甚至在中文社区的论坛和知乎上，网友们自发整理出2025年预言大全贴文，把所有他们搜集到的预言线索串联起来，从漫画、神童、婆、诺翁，直到圣经密码，都来个大碰撞。在这些帖子中，有人一本正经地分析星体运行与板块构造，有人则脑洞大开，编织阴谋论，例如声称某神秘组织早已知晓天机正在施行人类减载计划等等。荒诞与现实交织，谣言与真相难分，真假难辨，众说纷纭。尽管大多数理性的人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持保留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越来越多看似相关的线索凑在一起时，即便是平素冷静的你我，心中也难免升起一丝不安。万一这都是真的呢？当预言闹得沸沸扬扬，科学界和理性专家们也坐不住了，他们站出来泼冷水，同时也提供专业的分析与解读。日本与台湾的地震专家们对龙树亮的预言进行了地质学上的审视。有专家指出，龙树亮梦中所描述的地壳变动规模远超现代科学认知中单一事件可能达到的程度，要让从香港到台湾到菲律宾之间的陆地隆起接壤，等于整个南海海盆同步剧烈抬升，所需能量恐怕相当于10级以上的大地震。然而目前人类观测史上最大地震也不过 9.5 级，1960年智利大地震10级大地震在现实中几乎无法产生，至少以现有板块的应力蓄积来看不可能。也就是说，预言梦中的场景更像是多个极端灾难叠加甚至叠成的结果，而不会是单一震源造成。然而预言没有告诉我们成因是否可能真的出现多灾联动的情况呢？科学上这种概率虽极低，但并非零。例如，一次超大地震可能诱发临近断层连锁破裂，甚至引起沉睡火山喷发，从而变成复合灾难。历史上却有大地震引发火山喷发的记录，例如1707年宝永大地震后触发了宝永年间富士山喷发。所以理论上，龙树亮梦中那样毁天灭地的画面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实现它需要太多罕见条件同时满足，几率极其渺茫。另一些学者则从心理学和统计学角度对这类预言现象进行了剖析。日本有评论家引用了幸存者偏差和事后归因等概念来解释龙树亮漫画的走红。人们倾向于关注那些恰巧对应现实的预言，而忽略大量未应验或模棱两可的部分。龙树亮的漫画收录了10多个梦境，真的对上号的只有2011年大地震这一例，但因为这例子太轰动，人们就自动忽略了其他没发生的梦。再加上漫画封面写着2011年3月的字样过于惊人，以至于大家愿意相信他的梦全都充满神秘力量。另外，预言叙述通常较模糊，人们在事后容易对号入座，一旦发生相似事件，就回过头来套用预言的语句，哪怕牵强也觉得惊人。而对那些没发生或语焉不详的部分，则选择性遗忘，这就导致预言者看似总是准的假象。以龙树亮为例，他原漫画里提到的富士山喷发、大地龟裂等情景至今没实现，但少有人提起，反倒2011年预言被无限放大，让他蒙上先知光环。台湾的地质学者也表示，龙树亮梦中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抬升之类细节，其实和地球科学知识有出入。菲律宾海板块的东侧，九州、帕劳海岭一带，岩石年轻，浮力较大，火山较少；西侧靠近南海海槽，岩石较老较重。要整块抬升真的需要天文数字的能量，即便有超级火山与超级地震一起上阵，也未必能达到漫画中的夸张效果。专家们的结论大多是尊重自然科学概率，无需对网传预言过度恐慌。毕竟危言耸听的预言在历史上从未间断，但真的世界末日场景始终没有降临。人类每有惊无险地跨过一个又一个末日期，许多所谓先知，事实上更像是幸运的预测者或巧合的受益者。对于今年的诸多预言，也是信不信由你。理性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实打实的预警信息，例如政府和科学机构发布的风险评估，做好防灾减灾的万全准备，而不是被网络谣言牵着鼻子走。然而话虽如此，
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神秘的向往从未停止。在一些民间讨论中，也有声音表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并不是完全迷信预言，而是居安思危的态度。预言毕竟只是预言，但它点出了值得担忧的现实风险。我们与其嘲笑预言，不如趁机改善应急措施。假如龙树亮的梦最终没有应验，大可以当成是有惊无险的谈资。可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类似灾难，有准备的人总比毫无防备的人多一分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讲，预言也许确实有它的积极作用，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龙树亮本人也多次强调，他公开预知梦的目的绝非哗众取宠，而是希望引起重视，从而减轻未来可能的伤害。他相信预知梦之所以让他看见，就是意味着灾难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如果人们提早采取行动，也许梦中的悲剧就不会完全变成现实。这一点上，无论梦的真实性如何，我们都不可等闲视之。随着日历一页页翻过，2025年7月5日这个日子愈发近在眼前。从漫画家的离奇梦境，到科学发现的巨大火山，再到众多预言家的神秘暗示，这场可能的超级灾变在媒体与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有人风声鹤唳，早早规划逃离海岸线的避难路线，也有人黑然失笑，把这看成茶余饭后的灵异话题。不论信与不信，预言之日的临近本身就成了一场全球瞩目的事件。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见过太多末日预言，又目睹过一次次预言落空后的虎头蛇尾。这一次会有所不同吗？大多数专业人士依然坚持理性的立场。目前没有确切科学证据显示2025年中会发生特定的毁灭性灾难，请公众不必恐慌。但同时，他们也呼吁注意地质灾害风险，因为无论有无预言，环太平洋地区本就处于活跃期，政府和民众都该做好地震海啸防范措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平常心面对预言，但也不要忽视现实中存在的隐患。毕竟，自然灾害的发生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龙树亮梦中的景象是否会在我们这一代成为现实，一些基本的防灾知识和应对准备是绝不能少的。海啸来临时如何逃生，地震预警响起时如何避难，这些反而是切切实实需要关注的细节。预言也许不可信，但科学的防灾观念却值得每个人身体力行。或许我们终将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平安度过2025年7月的最初一周，再回头看时莞尔一笑，又是一场虚惊。那样当然是人类之幸，也是我们乐见的结局。但在结果揭晓之前，这一切仍然笼罩在疑云之中。在这悬念未解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怀着敬畏之心注视着大海与大地，敬畏大自然翻云覆雨的伟力，敬畏科学求真务实的智慧，也敬畏那些真真假假的预言所代表的人类对未知未来的试探与焦虑。让我们静待时间给出答案，希望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滔天巨浪，而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清晨。正如龙树亮在预言的最后寄语，在灾难过后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但愿这光辉的未来不需要经历灾难的洗礼就能到来。直到那一刻到来之前，谜题仍悬而未决，我们只能理性以待，冷静观察。2025年的盛夏将至，真相终将大白，历史自有评判。让我们怀抱希望，同时未雨绸缪，共同见证这悬疑的一刻。